Hello， 大家好，我是亚瑟，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个影片我们要来谈的是指甲经营系列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美甲10万元创业到底是不是梦？用10万元就可以开创你的美甲事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林亚瑟，我跟我老婆共同创立了一间你宝贝指甲。你宝贝指甲店从2008年创业至今，已经超过11年了。这个指甲店最厉害的专业就是进行指甲矫正，以及我们你宝贝自己的精油产品。在讲解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按赞、订阅、小铃铛，还有把这一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也想要对美甲做创业的朋友哦。这个美甲创业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坦白说，我觉得那真的不是一个常态。它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努力工作、努力存钱，慢慢存到100万的几率还要来得小。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我们慢慢往下走。各位看到我的大标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很多时候，外面的补习班，或是外面的创业团队，或者加盟商也好，他们会提高很多很美好的美梦给希望能够创业的新人们。可是在这边呢，我觉得不管是美甲也好，还是其他行业也好，都要跟各位提醒一下，那就是创业没有这么容易成功。如果10万元就可以做好一个创业的话，那么那一些说10万元可以创业的人，早就发财了，他们才没有空来教育你们呢。在美甲这个行业里面，一直有一种10万元就可以创业的一种传说。最主要的呢，那是美甲补习班其实拐人的一个招数其实创业并不简单，它其实不是10万块就可以搞得定的。那时间成本也很高通常来说，即使你准备的很足够了，那你光是宣传，光是说服使用者，可能就要长达3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别人才会相信你或者你才会有足够的口碑对不对？基本上创业的金额也不低，我们先撇开广告啦、宣传那些成本，其实光是租一间工作室的店面成本，假设你也不算的话，那至少你要算你买材料的成本吧。最简单的材料、最基础的材料，其实买一买也是超过10万的了。那当然啦，很多人会说，哇，我有看到某个老师有推出5万块就可以有这个课程，然后加材料。其实各位如果真的去上课的话，就知道课程上完还有课程还要上，材料买完那只是很简单、很不够用的材料，还要再买很多东西。那真的是推你入坑的一个手法而已，各位一定要确实知道。那有些人真的相信了这些补习班或那些老师的说法，花了一点点的钱，然后就去上课，买了一点点的器材，然后就准备要创业了。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个事情是，当你技术不够的时候，客人会不满意的尤其是有很多不想要投入这么多成本的人，他会认为，我可以先做我的朋友然后他们会慢慢做出口碑来我们慢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是实话没有错。可是各位要知道当你技术差、原料差、工作场所又是在你家里面的某个小角落的时候，这时候你口碑不会好，你口碑只会越来越差，客人只会越来越少而已这时候有很多人会发现，原来创业没这么简单。好，那我去美甲店家当学徒好不好好棒可是我要提醒各位，其实在美甲店学技术，它有很多的隐形成本，是你当初加入之前，或是当你做这决定之前是想象不到的。坊间一般的美甲店他们都用很夸张的签约制去卡住他的学生，或者卡住他的工作伙伴。我们最常见到大概是签2年约，你要在那边做满2年，然后这2年之内呢，他给你一个勉勉强强的薪水可是你不可以离职。如果说你离职的话，那可能要罚你10万或罚你20万，那你把这2年来跟店家里的钱全部再缴回去。大家会问说，为什么美甲业会有用签约的方式去限制我们的工作伙伴的一个陋习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甲技术其实不好学，训练一个人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在很多的时候，美甲店训练完一个人之后，这个人就跑了，跑去开店了，所以这造成这个美甲店不相信美甲学徒也不相信美甲店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如果说不去美甲店当学徒，只好去这个拜师于这个非常厉害的老师。各位要知道另外一个事情了，那这是专业的指甲技术，其实价格是天价。一个真正有技术的老师其实他的时薪是非常高的，其实他1个小时也是赚个1000、2000块。如果说他今天有助手，然后有其他美甲师在帮他上班的话，
好，如果还有一间店的话，他可能一天的营业额都超过一般人1个月的薪水了。成熟的美甲老师其实并不倾向去教学生，因为教学生反而赚的比较少。如果求得一位有专业技术的老师来教人的话，那么价格应该会高得夸张，高到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的地步哦。话转回来，其实当年你宝贝也是10万元创业的，我的投资失败了，所以我破产了。那时候我的狗，我的宠物啊，Yuka 要从大陆就运回台湾。它到台湾之后，就需要有人照顾它了。然后我们总不能不理它吧？那时候的女朋友 Peggy 只好负起上班赚钱的责任。可是这些前提是 Peggy 已经在温哥华花了100-200万的成本，已经学好了国际上最厉害的指甲技术。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用10万块把指甲工作室给开了起来。不要以为开了店就会赚钱，或开了工作室就会赚钱。我那时候开在东区的11楼，一开始就是赔钱，赔得乱七八糟。各位，如果说创业的话呢，第一步就是要先想好，如果赔钱该怎么办？如果赔钱的话，你有没有后援，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应对方式可以去支持你的这个创业的想法，可以继续往下走？如果说你想创业的话，可以先把它当副业。可以先当做是你正职之后的副业。你可以晚上的时候接1个客人，或者假日的时候接2个客人，先来做做看，先来试试看，看看大家到底支不支持你。很多时候背水一战是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像在我们你宝贝来说呢，当时我的创业就是 Peggy 在前面赔钱，然后我去东南亚当台干，然后用我的薪水去补贴他赔钱的部分，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继续往上走啊。如果说真的想要创业的话，不管是美甲还是任何地方，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我们都要提醒大家，专业是需要时间的累积与成本的投入的，它不是这么简单，短的2-3个月，然后一点点钱你就可以达到的。当你没有专业的时候呢，就只能拼价格。其实我们消费者非常的精明啊，就像荧幕前的你们一样啊，你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是精挑细选，比价再比价，看口碑再看口碑，你才会决定要买什么。那么如果说今天你东西不好，随便弄，然后就推出去给大家卖，你认为别人怎么会这么笨来上你的钩呢？对不对？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你的同行通常都不会是白痴，他们通常又聪明又积极，又知道该怎么定价，你该怎么跟你竞争。如果说你有什么特殊的专业，你做一般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拼价格了。低阶市场或低价市场，其实只能够满足打工的薪水而已。也许我们会觉得哇，好棒哦！即使低价市场，我可以要500-600，我们往下精算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双手的作品只是500-600的时候，原则上是赔钱的。我们后面会再录成本相关的影片，我们再来讨论。我们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只有特殊的专业才有价值。只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你才可以有超额的利润。在创业中，另外要注意的事情是，满足客户需求的原料跟成本其实价格都很高。刚接触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看到碰到最便宜的东西，最便宜的凝胶，最便宜的机器，最便宜的凝胶灯。可是你真的投入商业化之后，你就发现，哇，你的客户他不接受这些便宜的东西。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客人在网络上都已经做好功课了，所以他都会知道好东西应该会有什么效果，中级东西会有什么效果，低价的东西会有什么效果。而当你的东西做出来是低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无法跟别人收比较多的价格了。那这时候又回到我们在前面讲的，那你的收费就势必变得比较低，而且很可能会一直做出一堆不好的口碑，导致你的创业会越来越惨，越来越惨，越来越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投入不多，可是也要知道未来的投入是应该会发生的。那终于呢，我们到了结语的部分了。那在美甲业10万元创业到底是不是梦呢？坦白说，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讲的一样，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梦，发生的几率真的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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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一开始把它当作是这种兴趣，把它当作是一种尝试用副业的方式，或是用玩乐的方式去跑这一行，那当然 OK 没问题。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辞掉工作，或者是想要把你的人生都寄托在这个地方上的话，那请仔细想一想因为低成本的创业成功率真的很低。不是说低成本创业一定会失败，只是它有时候有些但书，当别人在跟你叙述一些完美的梦想的时候，他是没有提出来的。例如像我们李宝贝，也许哪一天我们也会说我们曾经10万元创业。可是10万元创业的背后，可是 Peggy 已经在国外花了100-200万学完指甲了。另外
我还要去东南亚当台干，拿我在国外工作的薪水去补贴你宝贝创业的费用，我们才可以撑过好赔钱赔到翻掉的第一年。那今天有关这个美甲业10万元到底能不能创业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话，请按赞、订阅小铃铛，并且把这一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想要美甲创业的人，提醒他啊，千万记住哦，千万不要冲动啊！好，那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拜拜。